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问一问雪伦师母啊，从加拿大你就要马上去移到美国，又是一个说实在的，是一个不是那么大的城市啊，要和加拿大生活相比呢，更应该是比较艰苦一点儿，因为毕竟啊，我们知道在加拿大，特别在温哥华，作为我们华人，我们的吃啊，我们的用。都是非常方便的，基本上好像可以满足我们的口味啊，甚至我们的生活习惯。但是当你们要决定去到那么一个偏远的，那么美国的，而且是这么一个中部的那样一个城市啊，又不是什么大城市，而且呢，又是生活肯定不像在这边这么方便。那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考虑的？也是说你怎么感受到神来让你配合牧师能够去到那儿的？我认同哈，就是要改变是很难的。那我觉得神预备我们的心态很重要的一个预备的过程，就是当我们一开始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去的是5万多人的小城市啊，什么都没有啊。那在那边待了快4年以后哈，不管去哪边都是觉得是升级哈。那后来就去了卡加里嘛，100多万人，要吃什么要喝什么都很容易哈。但是因为我就也在卡加利遇到一些弟兄姐妹是从温哥华搬来的哈，那他们就会觉得很多的抱怨，哎呀，卡加利好冷。我说怎么会冷呢？有许诺克啊，哈，很舒服啊，怎么样都没有比我们以前这个这儿买不到，那个也没有嘛哈。那所以我就觉得神第一个预备好我们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像宋恩他的神学院同学讲的，去过北大荒啊，所以不会以这个缺乏为条件，不会看着这个方便那个容易啊，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等候这28个月的过程当中哈，神也有带领宋恩去到温哥华上一些宣教课程啊，就是把握时机。然后很有意思哈，我去到那边，我同时有2种感觉，一种感觉就是我来这边牧会哈，我不愿意。哎呦，我觉得这边的属灵征战很大哈，到处都是彩虹旗啊，连斑马路都铺成彩虹啊。然后呢，温哥华人又很多人都很有钱嘛哈，又有闲嘛哈，那有钱又有闲，在教会里面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你知道吗？哈，所以我就有点那再加上生活的消费啊什么的很高，我们也这边温哥华也有送人的同学，他们就是一定要太太出去工作才有办法勉强对活下来，所以我没有觉得就说温哥华的繁荣是我羡慕的，我一点都没有啊，我反而就是不愿意啊，但神就在这个我不愿意上面打击我，就是给我一个教训哈，这个我有分享过这个见证，神透过温哥华的一个电联车哈，上面接着线来告诉我说，没有我给你供电，你觉得你靠自己可以走多远啊？这个连接在上面啊，有兴趣可以仔细去看哈。透过那一次以后啊，我那时候就投降了，主啊，真的我还以为这个公车的方向盘把在我手中哈，我都没有想到上面是连着线的啊，我不能爱左转爱右转右转，所以我那时候我在这方就投降了。所以第一个是神清楚的带领，去对我这个不愿意做了管教，让我去愿意投降哈，就是去哪不是我说了算哈，神说了算啊。那也有在那段期间也有弟兄，就是我自己也有感动，说我们在温哥华会有侍奉，心里也很拒绝哈。哎，然后这个是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看见宋恩他在投递 interview， 他在面试等等的过程中哈，就是说我正在接洽哪个教会，可是没过多久啊，可能火就熄了呀，或是觉得不适合啊哈，就没有感觉，就只有这间教会从申请到后面啊，整个 interview 大概有6-7个月的时间哈，他一直都是就是越讲就越有，你就会感觉他越讲的这些教会啊，他眼睛就越发光哈，那个兴趣就很高昂哈，火力都没有起下来哈，我就觉得这个有戏哦，哈，我做旁观者的立场，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就讲，他就觉得一直认同，很点头哈，不管是怎么跟他们互动的过程
了解他们怎么样子做宣教或是门训的这个理念讲到的这个方向跟立场等等，就是怎么讲怎么合我就看见他的这个态度很不一样那我因着这个他的兴趣，他的这个我就也上网研究了那后来我们当然自己也有，我觉得其实有带领都是有，但是都很小，在那个时候没有感觉那个时候是清楚的印证。举例讲，比如说宋恩他跟我比如说我就梦到说我们去坐飞机面试，那个时候没有觉得这很什么样，我们就算是从卡加利去温哥华也得坐飞机去面试吗？对不对？就是一个印证，就是说你不会是在本地啦因为一开始就觉得我可不可以不要搬家，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们城市然后第二个就是好，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本国，可不可以不要再从头开始那有这个坐飞机的嘛那时候就觉得，那宋恩他有告诉我说他也梦见说他在这个机场控制的塔台，就是看见那个飞机咻从那个窗户飞过去他在塔台控制中心那我们就觉得那可能还真的出国是一个选择那后来我们去查了 Wichita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城市那时候就很惊讶的发现说，原来它是一个美国空军制造业的航空制造的业的首都叫航空首都。然后我就觉得说原来可能也有这个意义不是我自己想的说得坐飞机出国才能面试类似这样就它的意思可能不是我想的那还有第三个点，就是有关于一个丢掉的信件，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宋恩在申请教会的过程中，有申请到加州的一个教会，教会也很好，也很健康带领的牧师我们也很欣赏可是他就一直都没回应那后来我们去加州参加特会的时候就联系了那个牧师我们有习惯去哪里都拜访一下当地的牧师做个交流然后宋文就跟他讲其实我有申请过你们教会，只是没回应那牧师吓了傻了，说真假，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事他就回去翻，最后在几个月前就从垃圾邮件找到那封信居然就直接进到，就他的秘书根本就没有发现，所以根本也没有传给他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就是因为这个 delay 几个月，以至于我们没有机会去那个教会，然后以至于我们去了我们现在这个教会不是那个教会不好，是神没开门，你知道吗？我就发现这很有意思怎么这个信他就能够眼睛遮着他就是没看见宋恩申请的信呢，对不对？他这么好，他们也觉得我们很好这个你说是巧合吗？我不觉得是巧合好，那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去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面试的时候我们来应邀来 interview 应邀来面试，可能4天3夜类似这样。当那个周的周末，宋恩要安排了他来讲道那我带了一套黑色的小洋装我其实准备了2个腰带，一个是白色水钻腰带跟红色的皮带那我的计划是要带白色水钻腰带配这个黑色小洋装，多优雅结果很奇怪，那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说换红色的。我那时候就不愿意了，我说怎么就是我觉得是腰带是小事情，我怎么选而且我已经计划好了，你知道我已经规划好我要白色黑白这样搭配，让我换红色的，我觉得红色的没有那么好看那我心里就想，因为其实我也你知道圣灵的声音都是很微弱的，他告诉你，但是顺不顺服有时候在我嘛我就觉得一个腰带能影响什么呢？这不是大事情我穿红色跟水钻色有差别吗？我不觉得有差别我就没有理会那时候心里的感动我就硬是要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带了水钻的腰带。结果跟着宋恩去教会，他讲道嘛，结果讲道之前不是有这个合唱叫什么领诗的3位姐妹上台了吗？我看到我就傻了，那3个姐妹全部穿黑色衣服配红色的首饰，他们是讲好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们讲好，结果一看3个都穿
黑红配，然后我就傻了，哦，是这意思是要我们来这个教会，要我们的是那个意思吗？哈，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神出门前叫我换红色腰带，哈，我不肯换啊，那个时候就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哇呀，是这个教会的意思吗？啊，是，所以这几个带领哈，你说小嘛，就是小小的指引，小小的感动啊。英文上的感动就是我们去，他们就是请我们吃饭嘛，哈 ，interview 的时候，哇，满桌的好菜，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感动哈，因为那天早上的经文，我的灵修经文啊，就是约伯记36章16节，哈，说神必引你出离患难啊，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哈，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哈，因为 Wichita 哈 Kansas 中间是平原地带哈，跟加拿大很像的，就是大平原，左边山右边海，但中间就是大平原，一望无际的哈，一点丘陵起伏都没有哈，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哈，我那时候就觉得神终于要带领我们脱离28个月等候的患难了吗？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哈，桌上满有肥甘，那时候就觉得很对，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应该是这里了吧，哈，就一路就是亮着绿灯就走进来了哈。所以我觉得这几点带领，就是让我感觉到说，哎呀，神哈把一些不是的门关掉，把一些对的门就持续敞开哈，然后。那个时候也说的话也有犹豫啊哈，我自己觉得哈，神的带领，你要对神的带领要很敏锐，要相当的敏锐，然后要熟悉那个圣灵对我说话的声音。虽然他很小，但是你记下来，你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我其实不确定，我就是把拼图收集起来，然后看他们所指的方向的箭头是不是同一个啊？那慢慢的我们会熟悉神的声音，然后最后回头过来。也会有印证。接下来下一集我们会讲到，那个时候不懂，但后来印证我们就懂了，原来是真的是神的带领哈。在做最后那个决定，接受这个 offer， 接受这个聘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还不是那么确定，直到接受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真的。好，这个是我们下一次我们来分享这个见证。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